我们现在要去河南焦作，然后拍我们新一期伟大的执照。每一次出去拍纪录片都特别担心，怕被人家打死。要花老多钱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一天每一秒心里都在流血，而且你还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1毛钱挣不到，你知道你的流血，而且还是插着刀流的血。现在北京站。好像我好像是进到了监狱里面。哎呀，嘿嘿。我们订的酒店就是那一家看起来灯光明媚、高档酒店的旁边这一个通士林啊，我现在要去通士林了啊。好暖和呀！我想在这摇一天。欢迎大寨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商坡村，全球最大的雪地靴品牌 UGG 的代工厂就在这个镇子里面。100家其实还不算特别多，但是在一个小镇里面其实还蛮厉害的。这只是说上了规模的100家，我估计那种小工厂作坊什么都不算在里面了吧。上面挂了好多跟我们那晒的腊肉似的，好多羊。那后面是工厂，工厂自己晒的晾的羊毛。这就是羊皮从屠宰场出来以后，屠宰场的，他们要放在转骨里面腌制。盐是吧？上面？对，盐，然后有防腐剂，鲜皮从羊身上扒下来以后，要腌制一下，腌制一下完了以后，他们分级，啊，这个羊皮有很多，啊，这种是属于什么？老羊皮、老羊皮、碱膏皮、春膏皮，对吧？咱们这个呢属于春膏皮。春膏，这个是做皮毛一体，比较合适的材料，啊，春膏这个是春膏是春天的。春膏它怎么说呢？它是没有剪过羊毛的膏皮啊，没有剪过羊毛。对，它是春天产下来的这个羊崽，一次羊毛都没有剪过啊。然后这个羊长大了以后就直接屠宰了。这长多少年？多少年啊？没有多少年。春膏是严格上意义上来说，春膏是6个月以下的羊。6个月？那对，没多大。12个月以上就是剪膏了。剪膏呀？啊，就是剪膏了。对，然后再大就是老羊了。老羊，但是品种也不一样，它有很多。老羊是好还是不好？老羊你怎么说？看它在什么，针对于什么好不好？针对于羊肉的话呢，可能国外都不喜欢吃那个老羊肉啊。针对于咱们这个羊皮来说的话，它这个有面积大，毛细度好。这个生皮就是这个状态，腌制完了以后，啊，集装箱装船发过来。然后咱们到家以后，这是第一个环节，把皮子打开，把这个腿儿割掉。不要了这个。对，啊，羊腿是不能要的。咱用这个机器把这个毛给剪掉，因为毛很长，咱们用的毛呢大概就是12个13毫米，先把毛洗一下，甩干，然后再把它给毛剪掉。这个是去肉，肉去掉啊，对，把这肉皮把它去掉，这样呢，这个真皮层，你看上面这个很脏。去肉完了以后，放到这里边要脱脂，就跟洗衣服一样，把里面的油去掉啊。大型洗衣机。脱脂完了以后，揉制了，这是揉制出来的。我们在这个转骨里边揉制，这出来就是蓝本了。这个现在就从生皮，现在经过揉制了，它有这个抗温度，这个就可以放很长时间了。
这就是说我们要熟皮，这是揉制过了就是熟皮了。收皮。那之前那叫生皮，那是不能存放的。皮子揉制完了以后干燥，干燥完了以后清洗一下，这就是半成品了，就白胚。啊，现在是烫毛、剪毛，叫烫剪。它这个毛是环在一起的，是一卷一卷，然后把这个毛呀要烫开，把它烫成一根一根的。啊，对，这叫烫毛。对，你看这个有高的有低的，啊，不一样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要过这个精剪机把它剪平。所有咱们的皮子出来以后，白看出来以后都要经过干洗啊，因为这个皮子里边本身的这个天然油脂要把它去掉啊，然后再把这个一些好的油脂加进去啊，这个出来皮板柔软丰满。现在基本上那个皮就已经没有了羊的味道了啊，就已经是可以直接做成衣服穿的了。这个我都很想拿这个回家当毯子睡。白皮染完色，对，染完色以后还要干燥，然后再烫剪，这就成这就是我们工厂的这个成品。然后成品了。对，这个是做皮毛一体衣服的成品了，染完色成品。我这个非常漂亮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皮毛一体原料，就是皮和毛连在一起，叫皮毛一体。就是这个是羊皮，这个羊的毛。皮毛一体现在是整个皮制品当中算属于是最高档的。有些刺的话，就是里面混纺了一些羊毛啊，什么一些假皮啊，或者一些人造皮啊，多漂亮！呢條街全是鎖地衰，我都不知道要該怎麼看了，反正全都是。这都不要了。啊，那是下脚料。这是哪个部分？鞋舌啊。什么天猫店的淘宝店是得切多少钱？有一个差评的话，有点那个切100多双，100多双，一双4片，拼接这一块。这种皮都是哪个国家的？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，哇，这羊皮好厚啊！这都是鞋的模具，压那个皮压下来。这个我猜的应该是鞋帮子的部分吧。这上面是刀，是割那个鞋底的细纹。这是最值钱的地方了。这张皮大概得多少钱？100多。这可以直接拿回当地毯用。当地毯用的是长毛的，大概300块钱一张，就很长。啊，长毛，好好看。这样看来好好看是吧？全国有多少个工厂给UEG代工？鞋厂的话有4家，这个是主材料厂，它主要是做材料。它从材料开始出。鞋厂它是很小的，它总2000人的鞋厂，它一年鞋厂利润远远不及做皮。做皮的利润才高，十几个亿的。就你们从他那边弄皮，买皮回来，像他一年老板利润1年10几个亿，不上市，不融资，所以做皮革处理比做鞋挣钱。他做大了嘛，是全球最大，全球最大。那你们这种鞋厂跟一般那种做皮革厂来讲的话，是你们挣钱还是皮革厂？我们这个规模是远远达不到皮厂的规模，皮厂的规模投资都是几千万的，没有投资几百万。你投资有那么大，你赚钱肯定多了，你没法比。你为啥不做线上？我们没人呢，我们没有人呢。你们这么大公司招几个人难吗？这是农村，这么屌人，去哪里招人？啥人都招不到。你看我文员刚刚走，我店里想招个人都招不到，我根本就没有闲人。我们本地这么多做微商的，大家拿货这么都在做微商，随便卖个鞋子50、100的。你看我本地工资才2000，我一天卖2对鞋子都比你赚得多。你上哪找工人？谁给你干的？还真是这个。
对不对？你们没有想要自己做个品牌吗？我们不是有自己品牌吗？没人推啊，怎么推？怎么推？你敢推吗？推不起来又不敢推，就这样。刚刚如歌山他们找不到主播，你说主播找不到工厂，你们找多好找？哎，回头帮我介绍2个网红过来拍拍我们游击卖游击记的。如果你是做视频的，如果你是做自媒体的，如果你愿意来上坡村这个村里面做直播当网红，老板应该会给你好几万的工资。他有一个人就是在那个淘宝上面做，3天卖了6000对，也有大 V 推了，推完以后现在这个店什么也没有，直接下架。就是做游击，直接做游击啊，就卖3天，我卖完直接下架。然后外面的那一条街，全卖游击那个表，那中仓不管吗？那品牌这是32线城市，这是32线都不管，这是农村啊，这是最小的行政单位，真的是农村啊。我看我说怎么全都贴游击？人家来的时候，人家就看，哎，这是中英街吗？这深圳的中英街吗？哎，这怎么大开门大白天这样卖的？啊，这一般人来就感觉很稀奇了，很奇怪的。人家总部，国外的总部没意见吗？有啊，没办法他每。次来查的时候，他就去外面随便找一些那种作坊的厂，找一个厂进名堂，他从来不进这里。皮厂今年砍了总共140家，砍了120家，就这个皮，就做这里面的毛的，啊，就做这个毛的，为啥？环保。啊，环保。所以说现在就是刚做了换心脏的大手术，现在已经做完了。对，已经做完了，也不敢动了，这个太虚弱了，养一养。这一部分是手工，是手工。把戒心这是知道这个的时候，给第一针，然后这是头部的，这属于一个倒回针嘛。我刚才缝那个有点松，所以大家重新缝一个。就说这个线有点松，会那个绳就会起泡。你们不懂这个技术，就是手艺。这是没问题。还打个结。你们啥时候放假？明天上。明天跟着放假，1个月休息多少天？1号放假。啊，也是1号放1天。你来了。行啊，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1个月。啊，你们按件的吗？按件1个月挣好几千。原来都是手缝的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机器可以。这就是压鞋面的。这鞋面以前做出来的不是很工整，然后做出来的是一个。啊，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压鞋跟儿的。这是压鞋跟的。老板说现在的雪地靴都用这种泡沫鞋底了，因为又轻，穿着又舒服，就不再用那么多的橡胶的。还没有上鞋底的，这是烤它啊？啊，对，烤箱，把它烤。这已经开始粘鞋底了。模具，压那个鞋底的时候，里面有放这个模型，然后给它把鞋型压坏了。这已经做好了，还热乎的，哇！老板说1天可以产200多双啊。就做完了以后还要再称一下。哦，不称一下，就不合适。哦，那个柜子就是烤的是吗？啊，烤鞋，我第一次见过烤鞋。这个是干啥用的？因为现在都是冷冻嘛。冷冻。你们鞋子还要冷冻还要烤啊？烤后又再冷冻也可以。好复杂呀！不同的鞋的材质，烤的温度是不一样的。是。这个温度高，我觉得。是所有鞋都要烤吗？还是说皮子才烤？所有鞋都要烤。都要烤。你身上平时穿的运动鞋也要烤？那不知道，那不会烤。皮鞋跟它不一样。皮鞋要烤。啊，把线头烧掉是吧？不，那这不会烧坏鞋吗？这真皮的，你开玩笑？你看我们这个都是干嘛用的？这是用刷子刷的，老铁。哎，刚才说这个皮是什么皮啊？
猪八哥。猪八哥是啥？猪八哥就是那种，它是猪皮，但是它是一个特殊的工艺，它是一个新工艺，最近2年国内才有。这个猪是哪个地方的？就是猪皮啊。我知道，我说猪是哪个国家的猪皮？应该是美国的。不是咱们这种吃这种猪。啊，不是中国的。中国的这个皮不好嘛。看起来，对，最后的工序了。相传，这个工厂就是给 UGG 代工的。龙峰这个厂呢，其实更牛逼的并不在于制鞋，而在于处理这个皮。你看，有很多做好的皮带在门口堆着。标注：龙峰皮厂企业有限公司。大企业，有钱。老板一定让我卖这个豆豆鞋，我都说了，我说我们的粉丝不喜欢，他说不，你一定要推，肯定喜欢。来，现在弹幕打一下，到底有多少人喜欢豆豆鞋？一双鞋呢，大概需要20多道工序，其实还是蛮复杂的。然后我们昨天看，大部分的都是手工来处理，比如我们昨天了解到，大部分这里面的一些基层的员工，一个月1、2千块、2、3千块，所以其实放在农村来讲的话，这个收入来讲的话已经不错了，因为毕竟不是城市嘛。我们经常会给很多品牌去免费推广，他们其实很难，因为很多品牌没有人去给他们推，没有博主、没有媒体免费给他们推广，所以他们会很感激我们来做这件事情。而这件事情我们做了大概差不多快3年了，所以在支持原创这个态度上讲，我们一直立场很坚定啊，我们是反对抄袭的，反对假货的。但是今天这个环境，今天这种状态我们作为一个记录者，我们做一个纪录片，我不太希望我们有太多主观的去判断、去评价。我觉得这些东西交给大家，交给观众，你们去评定，你们去来你们有个什么态度，你们想支持也好，你们想不支持也好，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。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记录者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真实的、完整的，不掺杂任何虚假的东西，把它展示给大家。前段时间我们发了几集纪录片，然后有人吐槽说我们纪录片拍的那么烂，然后光也不好，然后机器也不好，然后拍的都不好，不配做纪录片。还有人吐槽说我们拍的这么烂，不能叫做伟大制造。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个有什么误解，因为首先纪录片我们不是说想要去强调或者是多么关注纪录片的3个字，我们就是想把这些真实的这种中国传统的制造业，都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这种行业，我们把它展示出来。伟大的制造也不是要体现我们的纪录片有多伟大，也不是体现我许亚军我有多伟大，而在于这个伟大，我觉得制造业这群人，制造业这群技术，这群手艺人工厂人，我觉得他们是伟大。哪怕今天说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，传统制造业还是那个制造业，依然是需要很扎实的功底很良心的产品，这个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就是了解的越深，然后做的越深，越对传统制造业你会越敬畏。要不抽个奖吧？感觉不抽奖没人看，所以说我们也开始抽奖，纪录片也开始抽奖，抽什么呢？抽3个小伙伴，每人给100块钱，好不好？没有钱，最实在了。然后最后，我们的纪录片也真的是不挣钱，然后又花很多钱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帮我们转发，多帮我们评论，多帮我们点赞，然后 B 站给我们1条龙服务，然后，就算挣不到钱，也让我们多些人看吧。所以感谢各位观众老爷，感谢。这些纪录片呢，差不多我们就这样吧。拍完了工厂，接下来我们要去逛一逛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河南理工大学，做一个河南人还是很骄傲的为啥今要来理工大学呢？因为没得因为什么，就是拍个视频。荷花真好看，真美。
上自行车。好多人在读书。理工大学的学琴师应该很厉害喽，琴师大还好。我先看一遍，我怕有些字我不认识。你看我说什么了？这个你还有这个字怎么念？我也不知道。聘，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这肯定是个女孩，你看，郭慧娟，你在哪里？世间少有两相悦，你且徐来，我且等你，多好。那个应该念一阙吧？你确定吗，文毛？那个小姐姐好好看，叫什么名字？弹幕打一下啊！弹幕怎么可能知道？所以知道为什么我来学校开大学了吧？